12号，商务部网站发布条法司负责人就中国在世贸组织起诉美滥用出口管制措施限制芯片等产品贸易答记者问，表示美方近年来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阻碍芯片等产品的正常国际贸易，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破坏国际经贸秩序，违反国际经贸规则，违背基本经济规律，损害全球和平发展利益，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该负责人表示，中方在 WTO 提起诉讼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中方关注，是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的必要方式。13号，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出，美国滥用出口管制措施，阻碍芯片等产品的正常国际贸易，将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造成扭曲，对国际贸易造成扰乱。近年来，美方一再滥用国家安全借口，干扰国际贸易正常开展，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汪文斌提到，近日世贸组织裁定，美国2018年以国家安全为由，对部分世贸成员钢铝产品选择性加征关税，违反世贸规则，并驳回了美国援引世界贸易组织安全例外条款进行的抗辩。事实证明，安全例外条款不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避风港，各国应当站出来，不能再对华盛顿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听之任之了。这事关全球贸易体系稳定，更是国际道义所在。今年10月13号，美国商务部产业和安全局出台新规，对出口管理条例进行实质修订，歧视性的对华强化出口管制。这项规则被认为是美国扶持本土半导体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此前美国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美国政府为半导体企业提供527亿美元拨款，美国政府以提供补贴为诱饵，四处拉他国芯片制造企业赴美投资。有法律专家指出，美方法案针对芯片制造业的财政资助有构成禁止性补贴、可塑性补贴的嫌疑，其中的护栏条款也涉嫌违反世贸组织关于最惠国待遇以及国民待遇的要求。美国的这一系列做法，我们认为是严重而且明显的违反了 WTO 的相关规则，是滥用国家安全例外，以这个国家安全的名义，加强这种出口管制，是违反了这个 WTO 贸易自由化的一些基本规则和原则。那么对中国的相关的产业企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当然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它反过来也会影响到美国相关产业的一些利益。美国还拉拢盟友在芯片问题上打配合，企图共同围堵中国。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9号在与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人通话时，就半导体对华出口管制问题向日方施压，要求日本政府与美国政府保持统一步调。目前，东亚是全球芯片产业链的核心区域，因此追随美国就意味着成本的提升和利润的下滑，以及产品的竞争力减弱。前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高石成彦表示，假如日本完全不向中国出口芯片制造设备，对日本业界将有不小的打击。而且日本过分追随美国采取对华出口禁令，就不得不考虑中国对日本实施报复，那么到时候将不是芯片制造设备一个领域的事情了。毕竟日本与中国在经济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以索尼首席技术官北野博明和日本电器首席执行官森田龙之为代表的日本科技行业高管，也对美国最新对华芯片出口管制的长期有效性表示怀疑，认为此举不太可能压制中国在人工智能和超级计算机等方面的进步。也有分析认为，日本大部分高技术产业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日本还要考虑日美同盟关系，因此大概率会追随美国。日本呢，在芯片制造领域还是有它独特的一些优势。美国对日本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包括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影响力。所以日本政府应该说现在也是仍然在考虑当中啊。至于这个未来日本政府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是不是会完全配合美国政府的要求，那么我们也要拭目以待。光刻机技术领先的荷兰也是美国的施压对象。彭博社此前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荷兰政府据信正计划配合美国的一项法律，设立新的出口管制措施，禁止向中国出口能够制造14纳米或更先进芯片的生产设备。报道称，这些措施对荷兰阿斯麦公司的打击最大。阿斯麦是全球最先进的光刻机制造商之一，掌握着全球高端芯片制造的关键技术。2021年对中国客户的销售额超过20亿欧元。不久前，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曾表示，在美国与其他盟友进行贸易规则谈判的过程中，荷兰做出自己的决定，重要的是捍卫荷兰自己的利益。
近日，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也发布分析报告，指出美国芯片新规则威胁欧洲战略自主。这份报告警告称，美国最新出台的对华出口新规，以及希望欧洲跟进效仿该规则的努力，威胁到了欧领先半导体企业在半导体行业的竞争力。如果这些领先的欧洲半导体企业竞争力降低，将使得欧盟很难在一个日益由其他大国和大公司主导的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体系中自主行动。荷兰呢，主要是它的这个光刻机呢，其实美国也有很多的股份，包括它也部分的依赖美国的技术，所以如果说美国采取一些对荷兰，比如说阿斯麦公司的一些技术限制的话，可能阿斯麦公司的这个产品的生产这个光刻机的生产也会受到影响，所以美国确实有对日本和荷兰施加压力的手段，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还要去看这个具体的细节不知道这两国政府到底承诺了美国什么？去年9月23号，美国商务部召开半导体高峰会，打着提高芯片供应链透明度的幌子，要求台积电、三星等半导体企业在45天内交出被视为商业机密的库存量、订单、销售记录等数据。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还威胁称，如果企业不愿提交，美国的政策工具箱里还有其他方法能让他们把数据交给我们。我希望我们不要走到那一步，但如果有必要，我们会采取行动。美国的恐吓引发了韩国方面的强烈不满。最近，韩国经济复苏乏力，韩国政府官员13号表示，预计韩国今年将出现创纪录的贸易逆差。根据韩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截至10号，韩国贸易逆差为474.6亿美元，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年度赤字。这个数字是1996年创下的206.2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的近2.3倍。而芯片是韩国的支柱产业，韩国媒体认为，韩国半导体产业面临最大问题不是市场供需问题，而是供应链受到外部不当政治干扰甚至破坏的问题。这也是韩国尹锡悦政府与中国最近几次高层交流中，将产供链稳定放在优先级很高的位置上的原因。美国商务部10月的对华芯片设备出口禁令虽然承诺给予韩国企业1年的豁免权，但依然无法弥补对韩国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因此造成的巨大损失。8月，美国政府通过总额高达527亿美元补贴半导体产业的芯片与科学法，包括韩国在内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纷纷赴美设厂，此举再度引发韩国国内对制造业空心化的担忧。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12号同韩国外长朴振举行视频会晤时，王毅就美国制定所谓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以及拒绝世贸组织裁定美方违反世贸规则表明了立场，强调美方的行径明显损害包括中韩在内各国正当权益，再次证明美国恰恰是国际规则的破坏者而不是建设者。各国应站出来共同抵制这种逆全球化陈旧思维和单边霸凌，共同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美国呢，就是单纯的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不惜损害他的这些盟友的经济利益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来讲，不仅是中国是受害者，其实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是受害者，美国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我觉得确实现在迫切需要这个全体的 WTO 成员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美国这样严重破坏 WTO 规则的单边的贸易保护主义。